欢迎回来，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军事冲突将近1年，停火仍遥遥无期，给全球带来了战争风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前称，当前俄乌冲突和平前景越来越渺茫，局势进一步升级，或意味着世界走向更广泛的战争。与此同时，美西方却通过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以及对俄制裁手段，加剧俄乌冲突的紧张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月6号在联合国大会上指，2023年紧急事项清单排在首位的就是俄乌冲突。他称，当前和平前景越来越渺茫，局势进一步升级，流血事件不断增加的可能性增加。古特雷斯警告，俄乌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可能意味着世界正走向一场更广泛的战争。世界正处于几十年来发生核战争的最高风险之中，这场战争可能因意外或蓄意引发。他敦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放弃这些不合情理的武器。同一天，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斌表示，乌克兰危机爆发近1年来，人道局势始终牵动人心，地面冲突没有缓和迹象，军事逻辑仍然占据上风，大量重型武器正在持续涌入战场。中方代表呼吁各方推动真正和平，早日停火止战。国际社会对冲突造成的人道代价感到痛惜，但有关方面一直缺乏劝和促谈的诚意和政治解决的决心。中方再次呼吁有关各方真正为人民着想，真正为推动和平尽力，想方设法让冲突当事方早日恢复和谈，早日停火止战。戴斌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站在人道一边。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力，帮助所有深陷战火的民众早日重建和平。此前的1月2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就公开表示，联合国主张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在乌克兰建立公正与和平，但当前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多款主战坦克与和平背道而驰。美西方国家的不断拱火，导致俄乌冲突结束遥遥无期。近期，西方国家持续加码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乌克兰媒体2月6号报道，加拿大提供给乌克兰的首辆豹2坦克已经运抵乌克兰的邻国波兰，而德国政府发言人布赫纳同日表示，希望与其他欧盟国家合作，为乌克兰提供2个完整的主战坦克营。此外，乌克兰军事人员已抵达英国，准备接受 AS-90型自行火炮培训。今年1月，英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30门 AS-90型自行火炮和14辆英制挑战者2主战坦克。那随着这个美西方对乌的军援不断的升级，性质也发生了改变。重武援乌以后，那双方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乌东战场上的这种攻势是不会减弱的。那双方都有这个在战场上的继续战斗的政治意愿和军事潜力。美欧不断的军事援助招致欧洲内部的反对。匈牙利总理办公室的国务秘书乔鲍德莫特尔4号就表示，欧盟的决定是迈向军事冲突升级的一大步，只会加剧俄乌之间的冲突。同一天，曾于去年3月参与俄乌停火谈判的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公布了一段视频。在视频中，贝内特称他曾对俄乌达成停火很乐观，但是美国等国家却并不赞成停火。ובאותו זמן חשבתי שהם שוגים. בזמן אמת חשבתי שנכון להגיע להפסקת אש. עכשיו, אני לא יודע להגיד שכרגע צריך להמשיך להכות בפוטין ולא להגיע. זאת אומרת, הגישה היותר תקיפה. אני אגיד לך משהו, אני לא יודע להגיד שהם שגו. 除了运送武器，欧盟酝酿在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之际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对俄罗斯新一轮的制裁将对俄罗斯的石油产品实施额外的价格上限。欧盟对俄罗斯海运石油产品的最新限价标准已于2月5号生效，七国集团和澳大利亚也采取同样限价措施。不过，欧盟的限价并未取得实效。
贸易商和金融数据科技公司路福特的数据就显示，俄罗斯大部分的燃料油和减压瓦斯油已转而运往以亚洲为主的其他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另据彭博社的报道，印度购买了大量廉价的俄罗斯石油，并将其提炼成燃料，提供给美国和欧洲。根据大宗商品数据提供商科普勒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俄罗斯向印度出口超过80万吨燃料油，今年1月的出口量至少有50万吨。数据显示，上个月印度每天向纽约运送约8.9万桶汽油和柴油，是近4年来的最高水平。输往欧洲的低硫柴油量每日达到17.2万桶，但印度的行为并未受到太多反对。报道认为，原因是印度这一举动在帮助实现西方的目标，既能抑制俄罗斯的能源收入，又能防止全球石油市场波动，冲击美西方能源的供应。还有分析认为，欧盟对俄罗斯石油产品最新制裁，但欧美国家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从印度和东亚地区购买燃料的可能。